14亿人口的大国，沈阳人口就1000多万，外边街上没有人，店里也没有人，除了我就是车。往年的25号的圣诞节，老铁，那买车的络绎不绝的。今年真的一个客户没有，一个都没有调。近期，很多网友在网上爆料，中国东北的经济正在崩塌。沈阳是辽宁省的省会城市，是东北经济文化与商贸的中心，经济情势也面临着困顿。失业潮加剧，昔日热闹的大街上，如今店铺关门，弥漫着萧条与绝望的气息。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沈阳的现状。辽宁沈阳有很多大型商场的商铺几乎处于停业关门的状态。只有个别商铺坚持营业。你知道沈阳有多少人失业吗？你知道现在经济有多差吗？满大街的商铺都在贴着出租、出兑、出售。如果倒退10年，你有一个门市的话，可以说财富自由，基本上是一铺养3代。现在如果你有一个门市的话，贷款没有还完，我相信你一定会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大型企业呢，也是在降薪裁员、整合整并。个体工商户呢，也是在纷纷的关门倒闭。如果说你还有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工作能按时给你开支，能给你交纳5险1金，哪怕到手就剩个3千2千，也不要轻易去辞职，更不要去想着创业，因为大概率根本就不会成功。目前呢，实体店的倒闭率高达90%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太恐怖了！在沈阳周末你就去逛逛街，这条街呢原本有100家店，你看看现在还有几家是开门的。昔日热闹沈阳中街、大东、铁西等地段，很多商业街上招牌斑驳，店铺紧锁。很多从业者披露，疫情只是导火索，真正压垮这些商店的是不断上涨的租金成本与政府的税费。开在网红街里的肯德基竟然能开黄了，你可信吗？沈阳人最爱吃的抻面也能开黄了，你可信吗？当年风风火火的网红街奉天街早已失去了往日的繁华，出对转让的铺子比比皆是。走在身后的夜市小街，除了能看见附近遛弯的大爷大妈，偶尔看到的就是环卫工人还在辛勤劳作。当年的小摊位布满了岁月的痕迹，很显然荒废已久。在企业裁员的大环境下，步入重点危机的我们，想做点生意还要承担巨大的风险，弄不好棺材本都没了。真不知道40岁的人出路到底会在哪里。天呐，咱沈阳市没有夜生活吗？这沈阳晚上才9点多，好多店铺都已经关门了，街上连个人都没有。我浅浅的加了个班，想出去吃点宵夜的地方都没有。记得以前去四川，晚上打完麻将回去了还堵车。哎，沈阳的姐妹们，你们说咱沈阳难道是真的没有夜生活吗？100年中街生死局，空铺激增30%，谁在逃离，谁又在豪赌。今天我们来到了中街上，原来一铺难求的黄金铺面，现在我们每走10步都能看到“旺铺招租”这4个红色大字。我身后这栋楼就是文化大楼，可能大家对文化大楼不是很了解但是这个文化大楼楼下原来有个麦当劳，这个大家肯定都知道，应该有不少人跟楼下那个麦当劳那个雕像合过影现在这个文化大楼我跟大家简单说一下89年就营业了，90年代年营业额就过亿了。你说它曾经多么的辉煌，但是现在它也不行了，整体对外招租。中街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我可能要活不下去了。已经5月份了，还有多少人跟我一样失业躺在出租屋？我已经失业半年了，年前被老板辞退，年后找工作，因为年纪大，未婚未育，总是被拒绝，现在已经没有了找工作的勇气。每天躺在出租刷视频打游戏，一天只吃1顿饭。人一旦不去上班，就会在出租屋躺平，看着卡里的余额一天天的减少，越来越迷茫，感觉29岁的自己好失败现在是凌晨3点49又失眠，躺在床上数着羊，越数越焦虑。21硕士毕业快5年了，马上也快30岁了，每天不是在刷智联就是刷 boss， 人都被刷得想吐了。每天至少投几十份简历，要么已读不回，要么就是面完之后就没有下文。身边的人也都在说研究生还找不到工作。如果你身处的是夕阳行业，再挣扎那都是徒劳的。人力在大势面前有时候真的很无奈
而且现在你去看那个工作招聘啊，好多他都把那个年龄要求是30岁以下。每次看到这个，心里就是拔凉拔凉的。想转行吧，有没有经验；想躺平吧，客观条件又不允许。年龄跟学历反而越来越成为困住自己的这个枷锁。每一次到这个晚上，都是翻来覆去睡不着，满脑子都是车贷，还有这个房贷，不知道多少人跟我差不多，深夜改简历的崩溃啊！每次去面试被拒了之后的那种表面的是淡定，其实内心是非常难受的。不知道有多少这个人跟我相似的处境，咬咬牙继续熬吧，使劲熬。5后情侣在沈阳打工，男朋友月薪4500，我6500。由于每个月我们的开销比较大，所以决定和男朋友一起兼职摆摊。上周终于和男朋友决定学习里脊肉饼的手艺了。我们本来打算这周放假回小县城去花钱学习配方，但是男朋友今天突然和我说他不想出摊了。那当时咱俩不说的挺好的吗？现在咋就不想干了呢？当时不是没想这么多吗？现在一步一步的，马上眼瞅着就要出摊了，就感觉有点不想去了。你说你一月就挣4500，让你干外卖你也不干，好代驾也不去，那以后咱俩就这点钱可咋整啊？那我不是就是觉得，我感觉出摊有点丢人吗？真服了，那我自己去。准备下周末回老家，就在那边学习手艺了。男朋友一直犹豫不决的，我还以为是他工作太忙没时间看。这2天一直催着男朋友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出摊小车。今天才发现他竟然觉得出摊丢人，还说也挣不了多少钱。我听到后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也没有嫌弃他工资低，我是觉得现在低不代表以后也低，只要他人品没问题就行。博主表示，他从来都没有想过摆摊有什么丢人的，大街上没有人会注意摆摊的人长什么样，只会记得你卖的东西他喜不喜欢吃。男朋友不干，那他就自己干。眼看着天气就要暖和了，他准备抓紧回家去学习手艺，等你天暖和以后马上就能够出摊。在沈阳找了4个月工作没找到嘛，然后今天要交房租了，但是我没有钱呢，我就只能给我爸我妈打了个电话，要了4000块钱。就是大学刚毕业上班这个阶段，你们管家里要钱的时候好意思好张口吗？但是不要的话还真是没有找不到工作，没有经济来源。可能我的宝贝想的都是我就是大学毕业上班了，每个月开工资给自己爸爸妈妈1000块钱呢，给家里1-2000块钱那样的。但是出来了之后发现真的跟在学校想的完全都是不一样的。你像我大学学的是新媒体运营，然后我们学校给找的那些实习的基本都是电销、好利来卖小蛋糕，就是想找一个心仪的工作，反正也是挺难的。他跟我说完之后，我都诧异了。我没想过沈阳跑网约车都是这种情况，你不仅不能挣钱，反而还兴许赔钱。这兄弟他车是租的，一天费用是120，他得去充2次电，大概是80块钱，也就是一天他的费用在200。我说你今儿跑多少了？他说我今儿连200还没跑到呢。说那你为啥不自己买车？他说我就是想试试这行行不？我要是直接买车不更赔了？今天要不是下雨，我根本都不能跑。这进入淡季了，都没有人。我说那跑网约车还有淡旺季？他说对呀，学生一开学了，那就是淡季，没有人打车了。寒暑假是旺季，但是最近这也忘了。现在沈阳这个大环境真是差到了极致。原来我记着每天7点多钟，晚上真的人来人往的，全是人出去吃饭啥的。但是现在真不是了，人好像都在家窝着了，因为出门就得花钱，但是钱又不好挣了。84年，41岁，失业1年半了。今天又去面试2家公司，都被拒了，原因是因为年龄太大。打开招聘软件，外卖、快递、家政、保安、滴滴，一直在给我推这些工作。也许46岁这个年纪已经被贴上了标签，我们只能胜任这份工作。如果40岁的我们真的一直不被职场接纳，我们到底能做啥？现在在沈阳，如果你工资超过5000，还有社保公积金，你就好好的干吧，别这山望着那山高了。大部分人都在半山腰，你都已经超过90%的沈阳人了。沈阳目前的情况，我要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就是大公司很多都在裁员，要么在降薪，那些小公司啊，很多直接都倒闭了。这些人呢，很多都是35岁以上的家庭支柱，一个岗位他干了10多年，早就习惯了早9晚5。谁能想到突然变天了，现在天还凉了，又没有什么一技之长，
只能去跑网约车。现在正好反过来了，变成朝5晚9，在车里一坐就是一整天。我都问好几个小哥了，答案基本都是统一的，最少要跑12个小时，不然一点都不赚钱，一天对付个100、200的，一点都不敢闲下来。大家知不知道，失业长期找不到工作，精神压力过大会怎么样？现在就是吃嘛嘛不香，想睡睡不着，干啥啥没劲儿。我老妹儿听说我上火了，特意给我买个菠萝给我撤撤火。今天探个倒计时的店吧，大东区联合路的华润万家，据说还有半个月就闭店了，一起打卡看看吧。提到华润万家，大家应该都不陌生。最火的时候，沈阳有18家门店，从2023年开始就有门店陆续撤店了。目前仅剩下黄河大街、道义以及2个高端门店。对面那侧的货柜全空了，你看，那个冷藏速冻的都是5折了。瞅瞅这姐了，这感觉合适。也能淘到不少好东西。其实这些年不止华润万家，家乐福、沃尔玛还有乐购也有一些门店陆续撤店，看着曾经的辉煌，有一点点落寞吧。也许是一个时代的更迭。逛了一圈，买了茶和玉米，也算是给自己留个纪念吧。不过听说开心农场即将入驻，大家可以浅浅的期待一下。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